大家好，我是八鸡兔子。从本期视频开始，我们正式开始教学。我想通过这期视频来分享给大家一些玩瓷球的方法和经验。首先我要说明的是，我说的并不都是正确的，我的做法也不一定是最好的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瓷玩吧。大多数人买来的瓷球都是这种包装的，也就是边长为6颗球的立方。我不喜欢这种形式的包装，因此我的产品包装都不会是这样。但作为最普通的出厂设置，我们暂且称呼它666立方。虽然看起来很规整，但它有个缺点，只要轻轻的一捏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接下来该怎么还原到之前的状态呢？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。首先，我们要将这团无序状态的瓷球抽拉成一条单链。如果桌面小，可以一边抽拉一边组合；如果桌面够大，我建议大家先全部抽拉成单链。而且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捏成滚圆的球是最不好抽拉的。我们可以把它挤扁，或者拉长些，或者干脆抠个洞，然后顺着磁力的感觉，用适当的力量来抽取单链。这种对力量的把控，只要你上手玩几个小时就能掌握了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单链呈 S 型排列，注意要控制好距离，至少要有2厘米的间距，否则……好，现在我们已经用216颗点绘成了一条线，下一步就是要用线来绘成一个面，一个6颗乘以346颗的长方形。我们取大概36颗的位置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折过来，剩下的就会自动靠拢吸附。这时有人会发现，这个折起来的地方没有完全合并。难道是瓷球有问题？当然不是，不信你拿个橡皮筋试试。对于这些可爱的瓷球们，它们这个样子是最舒服的。哦，你不舒服了是吧？那行，我教你一招。先取下2颗球，再慢慢吸上去，它们就乖乖的排排站啦。其实这是无关紧要的，因为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后续操作。好，继续弯折过来，这不，现在就已经很整齐啦。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，现在第1排与第3排都是从右往左，只有第2排是从左往右，相邻的2条单链方向都是相反的。于是我们得到了非常整齐的横竖排列。我们称呼这种排列方式为并接。那我此时如果不小心把第1排与第3排靠拢，就像这样子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一切发生的太突然，请慢放。我们发现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不顾第2排的阻挠，错接吸附在了一起。于是我们知道，相同方向的单链是如此错接连接在一起的。我们称呼这种排列方式为错接。好吧，又要重新开始了，我们干脆换一种方法吧。我们直接首尾相连，形成一个闭环，轻轻的一碰，两端的这个样子又受不了了是吧？强迫症犯了吧？那我捏一下，接下来找1/3点，大概的就行，当然你也可以数，然后翻折过来。现在我们把这条双链看成是单链，反方向连接的，所以还是并接，剩下的也如此翻折。哎呀，多了这么多，多余的部分如何补上去呢？记住，我们要并接，就要往复方向吸上去。可以这样子，也可以这样操作，或者干脆这样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
终于我们得到了6颗乘以36颗的长方体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面叠起来变成立方体。方法一，一层一层的叠。不熟练我们就用切卡配合，就像这样，反方向翻折。这种现象眼熟吗？还需要我再解释一遍吗？然后我们继续操作，我们可以2层一起折叠。我们也可以徒手折叠，其实并不难操作的。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666立方。现在我要拆开它，讲第2种方法，2层2层的叠。首先把这个首尾相连，变成一个环，然后把它拍扁。注意了，这回我们要注意一下两端是否对齐，否则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就不好搞了。这个方法一定要有切卡的帮忙了，插入6颗球的位置，然后像这样压弯切卡，剩下的也是用切卡协助翻过来。方法3，我们也可以试试3层3层的叠。方法千万种，甚至还有各种的骚操作，比如，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当然，最简单粗暴的还是徒手单层叠，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还原立方的方法。这些人是 Z Magazine 在2011年举办的还原立方大赛上的胜出者，最快的记录是13.4秒，但这已经是8年前的记录了。是时候该刷新一下新记录了。最后来回答一个粉丝的问题：我最后做出来的立方有一层错位了，怎么办？解决方法很简单，用切卡沿着错位面的垂直方向切割几下就行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大家都能轻松还原666立方。如果还有任何疑问和建议，欢迎弹幕留言、评论、私信我。同时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“词玩”。我们下期见。